这一栋好像就11栋。就是他，就这。你好，我是跟你们联系的。哦，您是张女士是不是？张女士，你好，好，谢谢。我们先去看一下那个电梯情况，好不好？现在其实已经陆陆续续修好了，他们昨天连夜把按键都换掉了。我估计是昨天知道你们要来，然后今天晚上连夜居委会连夜通知今天来讲。哦，这样子的啊。情况怎么样？啊，所以会有居委会来吗？居委会主任在这里。在哪儿呢？就哪个？我们打个招呼吧。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那个新闻方的记者，实习记者。那你们要不先？我们想先去看一下那个电梯的情况。现在都已经恢复使用了。然后呢，昨天市场监管所，为了保障居民的安全嘛，也来进行一个核查了。哦，昨天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昨天上午来过了。然后呢，就是针对他们维保单位还有需要整改的地方，他们当场也给他们提了要求的。所以当时其实渗透的2个电梯就这2个。对，这2个。我们是这小姐是来星期五，我有点急事，19楼爬下来爬上去。您住19楼？不是他们说有，那不好停啊，不是就是不是讲停，车儿反而车一直嘛子了，根本解决问题，出东洋补西洋。我们一天8户，你说对吧？24楼192户，平常等是不是要等很久？哎呀，哦，屋里不要挤等很久了，我们爬，不要爬。好嘞，小阿奴啊，看一下。希望让彻底解决。好，那个奶奶说彻底解决一下。看到你们的时候，会有很多居民来。因为他们有诉求，很激动。你好，我们是东方卫视新闻方的记者。新闻方的，对。接到党评办的。哦，你好，好。这是我们物业的负责人。你好。你好。好，各方到齐。有一个问题，这个不是物业经理，不是他。所以物业经理什么时候来？因为我讲白了，兄弟，你做不了主的。对。如果说这原来的物业经理不做了，那新的物业经理要来，对吧？街道你是街道，那能不能做主，对吧？就是现在第一个物业的问题。过来对接新闻媒体的呀。那就没有了。这个很像新闻方，这就是新闻方日常了，真的，这个是得有情绪，对，就有利益冲突双方了，很像。是。来，咱们先坐下来，我们先捋一下好不好？肯定帮咱们今天把问题解决，然后我们先把情况捋清楚。您是居民代表是不是？好嘞。然后您这边是党群办副主任。党群办的，您相当于是街道办这边的是吗？然后您是居委会的负责人，对，您贵姓？我免贵姓薛。好。物业咱们这边现在有代表的同志吗？有没有在场？在这里啊。在这边。这边的小区经理，我是这边的片区的负责人。您好。就是我们其实想先了解一下这个电梯渗水，它导致它渗水的原因是什么？我跟你讲一下，很简单。这个呢，是因为7月31号台风，然后后面我们事后才知道，导致电梯漏水的原因是我们楼顶的电梯的水井有一个洞，因为暴雨进去，导致了雨水不断的往上流，因为台风嘛，就是外面下雨，我们电梯像水帘洞一样。哇，还通着电呢。对呀，随时都有导电的可能。市政府都报道了，台风来预警了，那我们的物业、我们的业委会都没有提醒去检查。7月31号晚上发生了这个事以后，物业也没有任何作为，业委会也没有任何作为。到8月1号上午才说拿什么抽水机来抽水啊，来怎么样？是后面的事情。下午的事情。基本上从最后2部电梯有1部去运行的时候，已经是24小时了。其实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你们的生活出行。对的。刚才这位居民的有一些东西啊，可能信息有点不对称。我们巡检我们没有问题。你这个真是巨大的安全隐患。台风竹节草我们是24小时值班，然后就是之前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就是预防的措施。31号凌晨的3点钟，竹节草的这个蓝色预警就取消了。它这个电梯进水呢是31号，就是下午大概下班的时间5点钟左右的时候，那时候突然来一场暴雨，不是台风竹节草的影响。
它其实是相对突发的事情。对的，就是这个雨呢是一个突发的，然后呢瞬时雨量呢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小区实际上是没有进水的。最主要是管网它这个排水能力不行，然后倒灌到我们小区里来。当时实在是因为就是这个2台电梯呢被水侵了以后，当时无法恢复，因为老电梯它的这些配件呢，就是不是马上能拿到，而且呢，它要把所有的配件吹干、风干以后，然后它才能进行维修。作为我们物业公司来说，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力了。那就是意思就是你巡查的已经到位了，是不是？我可以说，我打开，我打开。好。你巡检了机房的洞，为什么没有发现？这是最简单的，我其他不要谈。你巡检了，你没有到位，就是你物业失职，那你要承担责任。问得好啊！因为我们平常的包括小区经理巡查，他们不会到机房里面去的，基本上都是由维保单位的来保养。这个洞呢是就是这个事情漏水以后，我们去排查，我们不能肯定肯定是这个洞漏进来，因为它这个洞也有一定高度的。然后呢，像我们他说的话能收声，他说的话能收声吗？不是，我不是说没有关系，我们当时考虑可能是这个洞引起这个漏水的，公司也就是说，就是这次的电梯维修费用就不要走这个维修资金。声音一下清晰了。这样的过程，然后我们我们先稍微安静一下啊，就是这个事情，不管他是昨天说、今天说，他有这个态度，我觉得是一个积极的方向。这个事情你可以跟那个就是薛主任、薛书记来咨询。好，这才是民生新闻的气质。这太民生，这就是民生新闻。就次序发言超不过3轮。我觉得还是要给物业一定的时间，就是他们要生成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报告，并且据我了解，我讲到一下，从7月31号到8月6号，我讲白了一点，就是写论文也已经写出来了，但到至今为止没有出这个报告。电梯维保单位的专业人士给我们公司出具了一份就是这次的整个事情的情况报告，维保的报告都出来了，你物业的报告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是什么原因呢？薛书记你说的，他说我们没有公布过，这个每3个小时公布1次的，我们没看到。你公布在哪里？你不能说你没看到，你开到公司，我们公布在好，我天，不着急，没事。我知道你家里可以看到到。好，没事，评估一下。你公布的所有的小区居民为什么都没看见？难道我们这种小区居民眼睛都瞎了？好，我们会去取证的，对，冷静一点，问题，好不好？对呀，他们照这么问下去，我觉得他们来不及了。Oh my god！ 特真实，我的天，这个就是民生新闻的常态，真的。我觉得他们应该更早的去了解到各方的核心诉求，以及矛盾的焦点在哪里。作为记者，你要主导这个对话的方向，不要让居民也好啊，让物业也好，过多的宣泄自己的情绪。这个爆料人或者求助人来说，他们是希望我通过我们来解决问题的，而不是来激化矛盾的。现在其实离那个直播的时间也只剩下1个多小时，那我也想知道他们能不能在1个半小时之内把需要直播联系的内容全部找齐。好，大家先平复一下心情啊，我非常理解，解决问题好不好？因为这个事情它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你们的生活，所以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是很着急的想把它解决掉的。我们今天既然来这里，我们带着摄像来，我们首先一定要搞清楚这一次渗水漏水的原因是什么。然后第二，有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肯定是为了最终3方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这件事情的解决。对，您可以把核心的诉求我们再说一遍好不好？对，就是借助媒体途径2个：1追责，2我们要换电梯。我们的电梯已经很老了，我们电梯在今年4月份发出一个通知说要换电梯，但是后面就寥寥无知了。物业也好，业委会也好，至少要把这个电梯安装所有的流程，你应该要讲出来。物业咱们这边换电梯的这个卡点，在您这边看来是卡在哪儿了？后面换电梯要这个大楼的维修资金，那么我们这个小区呢比较特殊，
它是商品房和这个就是售后工房混有的小区，一栋楼里面又有商品房又有售后工房。现在我们的售后工房的维修资金的量是超过100%的，商品房的维修资金呢是低于30%。一到30%以后呢，就是它会强行把这个账户关闭，你就不能用了。所以它这个维修资金现在也是用不了的状态。对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整个就是推进更换电梯非常困难。其实3年前我们就已经建议了。现在主要问题，其实3月份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是知道的那个国家补贴的那个，我是把我们整个小区14部电梯我全部登记上去了。房办最后分配下来的名额只有2，就给了我们2台，是给了咱们小区2个，对，小区2个名额，然后让你们自己去选2个。那当然肯定是最容易做的了，就是最容易成功的了，因为它的有要求的，必须在今年的12月底要完成更新。那么相对来说呢，9号楼它的商品房比较少，它的维修资金比较充分，所以我们选择了9号楼。哦，这事儿复杂了，维修资金钱不够，所以这次进水只是一个导火索。重点是已经报废的电梯该怎么换？不是有积水，是有积怨。这个事儿已经积怨已久了，3年已经动不了了，已经提出过很多维修的需求，都已经无法满足，就借这个电梯的事儿要发力了。我已经听到混乱了。对，诉求和那个我连诉求我都牵扯的各方太多了。为什么2台电梯要同时都换给9号楼，而不是1台9号楼，1台11号楼呢？我不相信电梯一定要全是2台换的。其他的各个高楼呢，实际上都到了更换那个电梯的这个年份了，并不只是11号。他们谁不9号楼了？他的分开了。9号楼是唯一的，就是说是这个少数的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理由。明白。您先平复一下情绪，您今天的诉求我们都非常清楚。刚刚很感谢大家的时间聚到这儿，然后我们接下来可能就先去看一下情况。咱们那个洞现在具体是在24楼还是在哪里？24楼，一会儿方便带我们去看。25楼。可以方便带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洞现在是还存在的。补上了。昨天来补上的。星期一我们得到通知，上了。明白。那咱先去看一下吧。如果有需要单独的聊的部分，留一下联系方式。对，陶经理，我们留一下联系方式吧，好不好？后面有问题的话再跟您沟通。这边。我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到时候如果有一些，比如说视频啊，然后包括文件，我可能要就是。我老婆。哦，张女士是您老婆。OK， 好，我们先一起上去看看吧。对。哎呀，时间有点紧张啊。而且11号楼一旦换了，小区的其他楼层呢？其他楼栋呢？所以他们有2层矛盾，相对还挺复杂的。是导火索是电梯楼市，其实是维修资金账户关闭的问题。这种所有的民生新闻的争执的90%以上嘛，最后会落脚到利益冲突。好，来我们看一下，那个洞在顶楼是不是？哦，这是机房。漏水的那个，它那个洞在哦，这个那个我们的老师，我们刚刚补上去的呢。就是看一下这个洞，这么大的一个洞。哎，那个，再稍等一下，来，那个话筒，来我来。但是怎么会到墙上那么高的？就是雨捎进来，但水那么高，因为它是25楼嘛。它不能是地景涌上来的。都是顶上就是雨下的，在上面积水，然后就排不出去呗。最后然后就是流到电梯井的顶端了，这个是真的危险，有电线的话。如果说按照物业刚刚讲的，他们是有巡检有预检的，那这个洞会看不见吗？我们物业的老师在。哎，您好，我问一下啊，它水是从那个洞里面漏进去的吗？听我说，我们这个都是空的。当时水全部都在上。哦，当时水有这么高？哎，来不及下去。这里溢出来了。哎，都溢出来了。我老婆呢，她1个星期之前就开大刀了，开好了要去复查，电梯不能撤啊。电梯坏掉了。哎，不能撤，复查也不能复查。哎，薛书记，他不是说有检修的那个明文的原因吗？我想看一下官方给出的说明。我发给他们没关系吧？既然没有。好。然后待会儿我们因为还有一个直播连线的环节，我们再出镜一下，就2、3分钟的时间。待会儿我们还有一个10分钟的一个直播的连线。
您是作为就是居委会这一方，魏魏，那个物业的电话你有加吗？我加了。你现在需要直播找他是不是？对，我现在联系他。好，旁人能把这么一团乱麻给理清楚，快刀斩乱麻。快刀斩乱麻。我们待会儿的这个连线是5到10分钟的时间，然后我是想要进行几个动线的切换的，但是要考虑一下就是可行性。如果我们要进入到电梯里的话，这个是可行的吗？就是在电梯这样上下的过程。就是电梯里面，他们不是说手机都没有信号吗？那我们的信号大概率也传不出去。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就是去坐那个电梯，我们最多是打开门看一下里面什么样子，从楼栋外。即使是打开门去看一下里面的特写，都有可能会导致信号中断。这样子的，那你其实你整个人只能站在电梯外面。需要测试一下。那我们现在去走一下这个路线好不好？可以。Hello， 可以听到吗？完了，这里信号很差 ，WiFi 也只有2格了。有信号，这边信号很差。对，是能在我手这边信号。对，你还说在电梯里面是？那肯定是不可以了。对，更不可以了。但是我必须要在这里做这个连线。那我不在电梯这里做，那我在别的地方做没有意义。他们要面对技术问题了。天哪，还有几分钟啊？测试一下。你换一层楼呢？也许是1楼，我们换高楼层试一下。问一下他们这个，我们是1楼信号会比较差，还是说每一层楼靠近电梯都很差？没有，是1楼。是1楼差。对啊。挪地方顶楼。应该其他楼层会好一点。我们只是要取电梯那个井，我们现在就换楼层，好不好，老师们？我们换楼层解决这个问题，看一下高楼层信号好不好。如果信号还是不好，你就在这里信号好的地方踩。如果好的话，我们就只是取一个电梯的井。我们试一下呗，现在。那你们去试一下，我准备一下这个内容。啊，你去吧。你哪一层会好一点？24楼会更好。我能稍微再带到一点，他当时漫水的那个地方。好。我看他们现在坐这个电梯，我都有点紧张。这个，我天，他还写稿子。Hello， 老师好，你能听到我声音吗 ？Hello， 老师，这里是有信号的。好 ，OK， 那就是这个地方是有信号的。然后我们就现在往上来带大家看一下楼上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有没有信号，老师？楼梯里面就是没有信号的是吗？好，我们往上再看一下，老师，因为它还有1楼，我们直接看一下楼上的情况。Good。Hello， 老师，现在能听到吗？还是卡的。我觉得风太大，这个不行。他想要的这个做不了，然后电梯间，而且它的背景也不是电梯，是对，是顶楼，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放弃吧，我们直接下去好了。不好意思。走一下动线。还 OK 吗？辛苦了。没事，他楼上的信号是不 OK 的，我已经帮你测过了。24也不可以。不可以。首先，外面风声很大，因为它是个露台，完全不 OK。然后这个楼梯间完全没信号，而且你上去的话，其实你是没有井的。就首先你第一没有电梯，你第2拍不到它那个电间。所以我建议就在这里。好。哎呀，连线是安全第一位。哎呀，我的妈呀，这个真的做这种外扭民生节目，战争就是一场战争。